欢迎收看第11707北京不静音。进入今天这期主题之前啊，我们先跟大家更正一个信息，就是上一期节目我说《牛来》这部电影啊，将在今天8月17日全国下架啊，当然这个事情并没有发生，应该是我接收到的信息有误啊，跟大家道个歉。那除此之外呢，上一期节目分析《牛来》这部电影它的荒诞性啊，这个都没有问题。那今天呢，就想给大家讲另一起荒诞事件啊，先给你们看图啊。好，有这么一个人，他叫王永红，他现在在日本，他处于一个什么一个状态呢？他算是日本难民认定审查阶段，也就是说他在日本申请了这种政治难民啊，当然现在还在被审查。那他干了一个什么事情呢？他跑到靖国神社去啊，我们给放一个更大一点的照片吧。大家看啊，头上插着个乌克兰的小旗子啊，身上穿着什么反独裁啊什么这些口号的一个 T 恤，然后举着一个大牌子，这个大牌子上写的呢，就说这个毛贼啊，毛泽东说曾经这个非常欣赏日本对中国的这个侵略啊，所以呢，他现在呼吁想让日本再次侵略中国。并且下面这个日本的国旗啊，他还打了一个叉啊。为什么希望日本再次侵略中国呢？他是说希望由此啊灭掉这个中共的这个独裁统治啊，灭掉共匪。我们先说结论啊，这是一场非常拙劣的政治表演啊，非常拙劣的政治表演。为什么呢？首先他选了一个日期，8月15日。啊，就是日本投降81周年的纪念日，然后选在靖国神社。我们知道啊，任何的一个这种街头的政治表达吧，你总有个目的啊，你的对象是谁呢？那这个王永红做这个事情，如果说他想要说服的对象是日本人，那你现在在日本国旗上打一个红叉，然后又提到当年的这个侵华史，你会让现在的日本人非常的迷惑，就完全理解不了 get 不到你的这个关于为中国追求民主的这种诉求，对吧？那如果你的对象是中国人，你想说服中国人，无论海外的还是墙内的，但是你用这种行为等于把一些对中共可能有些不满的中国人或者华人啊，你完全推到了一个对立面，对吧？就把他们推回到一个民族主义的叙事里去了，就是你把中共和中国人又再次的捆绑在一起，因为你号召日本去侵略中国，那你等于就是去冒犯、去伤害中国人呀，对吧？你等于把这些人又推过去了。那如果你的这个行为啊，你不为了说服任何人，你只是说想对中共造成某种打击效果，那就是事与愿违了嘛。因为这样一张照片啊，中共都不需要说任何的话啊，就只要这张照片存在，这个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就是你们看吧，啊，海外这些反共人士都是什么德行，多么极端。号召战争，号召日本再次侵华，就是这样的货色。所以他这一场政治表演啊，搞得轰轰烈烈的，但是最后的结果是，谁得到好处呢？完全是他的这个政治敌人得到好处，中共得到好处。所以真的看到这样的表演，有人问我啊，就让我做这期节目啊，是说，对于在日本的华人啊，或者说这些真正需要去政治庇护的人啊，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肯定是有影响。当然，目前为止，这个王永红还没有被刑拘啊，就是你去靖国神社那个地方去撒尿或者乱涂乱刻啊，这种行为是触犯法律的，但是你只是言语上你自己去表达说，我们说蠢话吧，这个你是有你的自由的，对吧？日本是一个法治国家，还不至于说因为这样，所以但是这些东西一定会记录在案的，因为它毕竟是
处于一个难民的这个认证审查阶段吧，对吧？我不知道会对他个人有多大的影响，也许没有啊，毕竟你们看他还计划着过2天8月19日他还要去一个什么地方举牌子。所以我就觉得呀，有的时候啊，不要说纯粹从反共不反共这一个立场问题去判断所有的事情，因为亲共的人啊，我们为什么反共呢？因为共非常的极端啊，思维做事情都非常的极端。那一些挺共亲共的人士啊，也是极端的。但是呢，你也要看到反共人士里面也有很多人非常的极端。所以其实我们最终反的不是共这个字，反的是极端这个词。你无论什么立场，你极端，从你的思维让认知世界的方式极端，你就最后会落实到你的言行上的极端。所以重要的是反这个极端啊，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事情是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的啊。那有人就上升到说，你对于整个海外的这个来追求民主自由的这个群体啊，他们的一个公共形象，那当然了，当然了，如果这个你不去和像王永红这样的人去做切割啊，不去划清界限，那你们就是给人一种同流合污的感觉嘛，对吧？OK 啊，我今天做一期很简短的节目啊，主要是更正牛来这个事情啊。当然，牛来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继续观察，如果它没有下架，好，那票房最终能冲到多少钱呢？过1000万，现在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像已经过了啊。我这个我没有核实。那1个亿的票房有没有可能呢？甚至更高。但是这个事情就是它的荒诞性以及人们为什么愿意去为它买单，这我们都完全理解。但是它最终的结果啊，是一部完全粗制滥造的影片，但是有一个高票房，必然啊成为中国影史以及这个中国人啊的你的创造力以及你的这个行为啊是不是正常？在国际社会上的一个笑柄，就是这么一个笑料啊，又出丑了，对吧？其实又辱华了。刚才这个王永红这个一样啊，你号召日本再去侵略中国啊，无论你的目的是为了反共还是什么，你也一样，你也是在国际上出丑啊，你顶着一张中国人的脸，一个什么海外的意见人士的这么一个形象啊，你也在去，哎，这不说了啊，真的就是我觉得荒诞啊，会有越来越多的荒诞的事情出现啊，这个是一个必然性啊，我们就继续观察吧。感谢收看、订阅、分享。